所有刷未知全貌不予置评的人，你们的网名就是你们的死法。看到评论区的这个留言，我在下面回复未知全貌不予置评，我只当是个乐子。结果当天晚上就死人了，尖叫声响彻整座宿舍楼。一个叫林宝的同学死了，他被吊在天花板上，脚上没有穿鞋，一把刀立在地上，刀尖正好顶着他的脚趾，而那根绳索并不结实。林宝的尸体摇摇晃晃在刀尖上晃动，仿佛在跳诡异的舞蹈。我们全被这一幕惊住了，因为我知道林宝的网名叫刀尖上的华尔兹。昨天的评论区他也留言了，有人跑去找老师，可他发现门竟然被锁死了，宿管大爷也消失不见。我想报警，结果拿出手机一看，手机竟然根本没有信号。我们的宿舍楼是混住，1到3楼是女寝，4到6楼是男寝。因为今天是端午节放假，所以留校的学生少之甚少。这时我忽然想起了佳怡，昨天我还转发给她这个帖子，她也乐呵呵评论了一句未知全貌不予置评。佳怡平时特爱看热闹，此时这么大动静，她却没下来，这让我不由得开始担心她。我赶紧上楼去找她，她的网名叫阳光下的小蛇，我觉得她的网名应该很安全。来到佳怡的房门口，我使劲敲了几下，里面没人回应。幸好我知道她喜欢把钥匙放在门口的地毯下，于是我把手伸进地毯摸了摸，还真摸到了钥匙，然而钥匙却是湿漉漉的。我拿起来一看，手上满是鲜红，一股惊恐占据了我的内心。我赶紧打开了门，屋里的情景让我双腿发软。他趴在地上，身体弯曲的像一条小蛇，他的房间朝东，等天亮时就会有阳光照耀在他的身上，那正是阳光下的小蛇。忽然宿舍广播声响了起来，昨天晚上所有在评论区底下留言未知全貌不予置评的同学，马上来501集合，不要犹豫，马上来。网络虽然断了，但是广播室还能用，我不敢迟疑，赶紧去了501号房。房里除了我还有另外3人，叫我们来的是个女孩，她坐在床板上，说话都在哆嗦。我们被人盯上了，今天死的2个人全都是昨天在评论区回复的人，而且都死于他们的网名。你们记不记得半年前的女生跳楼事件？大家都沉默了。那事儿当然记得，半年前有一名女生在学校厕所被偷拍，她抓住了偷窥者，结果一查手机，里面啥也没有。女孩哭着在校园网上直播，说自己真的遇上偷窥狂了，没有人听她解释，都在下面回复未知全貌不予置评。最终这名女孩被嘲讽到下播，心灰意冷的她在屋顶一跃而下。警方介入后查出那人真是偷窥狂，那手机里有隐藏相册，所以当时女孩没能查出来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次的凶手是为了那个女孩出头吗？很有可能，这次的帖子发在校园网，也许就是揪着之前的事情不放。我建议大家今晚抱团，千万别落单。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李静，网名叫木子。一个高瘦的男人说。郑强，网名大江东去。我小声说。我叫酱汁，网名碎尸万段。气氛一下寂静了，他们都惊愕地看着我，我不知道怎么解释。这个网名是我分手以后前男友偷偷登我号改的。就在这时，最后一个男人忽然笑了。原来全都是危言耸听，等天亮时老师来了，不就没事了吗？浪费我的时间。我沉声说。兄弟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他听了之后哈哈大笑。如果是真的就好了。老子叫张伟，网名叫少妇，让我精尽人亡。之后张伟走出了门，似乎根本没打算和我们抱团。而我思索一会儿，抱歉，我也决定等老师来。我走出门，快步走向了张伟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疑惑道：你干嘛也出来？你不是要和他们抱团吗？凶手也可能是他俩之中的一人。如果凶手想杀我们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接近我们。那如果我觉得你是凶手呢？老子不跟你们任何人抱团。这人没那么笨，他选择离开，估计和我猜的一样，担心凶手在内部。我不敢相信李静和郑强，我对他俩完全不熟悉，只好独自回到房间，紧紧锁上了门。就在我沉思的时候，外面忽然响起了焦急的敲门声，传来了女人的声音：我是李静，刚才郑强死了。怎么可能？你说什么？那家伙不是跟他待在一起吗？难道李静就是凶手？所有刷未知全貌不予置评的人，你们的网名就是你们的死法。当晚一个女孩被吊死在天花板，脚底放着一把刀，女孩的网名正是刀尖上的华尔兹。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。郑强死了。什么？那家伙不是跟你待在一起吗？他是怎么死的？我记得他的网名叫大江东去。李静哭着说。他说要和我挤睡一张床，我不肯就让他去厕所睡。然后呢？然后我想用厕所，就发现他倒在地上被割喉了。你能不能开下门？我现在一个人真的好害怕。当时张伟和我都回了自己房间，只有郑强和李静待在一起，偏偏郑强死了。
这让我怎么敢相信李靖？我沉思许久，最后拿了把小刀藏在口袋里，然后警惕地打开门。李靖站在我门口，哭得梨花带泪。先带我去看看郑强。在路过张伟宿舍时，我们还一并叫上了他。而张伟一见到李靖，眼神就充满了凶狠，仿佛已经认定他就是凶手。我们来到郑强的卫生间，看到郑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血流成河，被冲进了下水道，最终被排进滚滚东水，还真是大江东去。我检查了一下宿舍，宿舍虽然有窗户，但也同样门窗紧闭，而且窗户外面还有防盗窗。张伟看了看李靖，冷笑道：“你敢说这不是你干的？”李靖着急地说：“真不是我，如果我是凶手，我会傻到让你们都知道吗？”这凶手神出鬼没，看来我们不能坐以待毙，必须主动出击。我们来到了宿管大爷的房间，虽然宿舍里没网络，但是大爷的房间里有电脑监控。可当我们查看电脑监控时，才发现这电脑的主机电源线早就被人为剪断了。我越想越奇怪，忍不住看了眼墙壁，那墙壁上挂着一大串钥匙。我检查了那大串钥匙，沉声说：“大爷失踪了，钥匙却很完整，也就是说凶手很可能不是用宿管钥匙打开房门，那他是怎么进来的？房门紧锁，又有防盗窗，他不可能进得来啊！今晚我们仨在一起，谁也别睡，就盯着彼此。如果凶手不是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人，我们还能保护彼此。”面对李靖的提议，张伟再次冷笑：“你就是最大嫌疑人，还要我整晚和你待在一起？没门！你还没发现吗？凶手可以神不知鬼不觉潜入我们的房间之中。”笑话，少在这里危言耸听！你们之中定然有人是凶手。如果我真像我的网名那样死了，那我无怨无悔。听到这，我有些无语，毕竟他的网名叫少妇，让我精尽人亡。张伟走后，只剩下我跟李靖。一回到了宿舍，李靖就委屈地说：“幸好有你愿意陪我，否则我今晚真不知道怎么熬过去。”我沉默不语，而是将他死死绑在了床角。对不起，不管你是不是凶手，我都要确保自己的安全。李靖急得在屋里大叫：“你是想害死我？”我明白自己对不起李靖，但在这个夜晚，谁都有可能死。我心里已经有了计划。宿舍里手机信号不好，只有2个原因：一是附近的基站被破坏了，二是有人装了信号干扰器。破坏基站难上加难，所以凶手肯定是用了信号干扰器。我不需要找到他，我只要拉下电闸，信号就有可能恢复。我来到1楼的宿管室附近找了找，果真找到了电闸，然后一把拉下了总闸，整个宿舍楼顿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。而我连忙拿出手机，尝试着拨打报警电话。喂，你好，这边是报警平台。那边传来声音，我激动的都快要哭了。刚要说话，我的后脑勺突然传来了一阵剧痛，接着我失去平衡，软软的倒了下去。